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。一个人50岁之前还在做以下事，晚年多半很难熬。人生如农耕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如若想要有一个好的晚年生活，那么年轻时就该早早的做好规划，而不是肆意浪费手中的资源。等到迟暮之年，若在后悔年轻时没有好好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，自食恶果的时候，一切都来不及。古兰经中写道：凡你们为自己而行的善，将在真主那里发现其报酬。一个人有怎样的晚年，其实都是自己决定的。人生如旅途，走的时候往往要想着前景会是怎样的，懂得给自己铺路，才能收获晚年的幸福。一个人50岁之前还在做以下事，晚年多半很难熬。花钱大手大脚，从不懂得给自己存钱，人生路上谁也离不开钱。走到晚年，如若给自己积累一些积蓄，老了之后不管遇到任何危机，都能有生存下去的底气。如若年轻时只为了自己潇洒，随意挥霍金钱，就会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异常的艰难。乔家的儿女中的乔祖望，变老的路上不好好上班，投机取巧，想靠集资赚大钱，没想到不仅没赚到钱，还坑了亲戚邻居。即便如此，还不知悔改，依然保持着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没钱了就跟几个孩子要，还要雇保姆伺候他。他只顾自己活得开心自在，丝毫不管孩子们的生活有多难。后来在晚年，他生病瘫痪在床上，不能自理，没人愿意真心对他好，生活过得异常的凄苦。年轻时花钱无节制，大手大脚，总想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，懒惰散漫，真到老了的那一天，要么靠子女接济，要么就只能缩衣节食。到晚年没有积蓄，不是受寄人篱下之苦，就是过没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，甚至老了还是要做繁重的工作，日日辛劳，无法拥有舒适的晚年生活。脾气大又倔强，将身边的人都得罪了。一个人的幸福指数离不开好的人际关系。在晚年过得凄苦的人，往往在年轻时从不懂得好好经营人际关系。脾气太过于暴躁的人，不管对谁都没有一个好脸色，亲戚与朋友都被得罪，不愿意与之有过深的交往。奥里森·马登在一生的资本中写道，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，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，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。活得倔强，习惯性的以自我为中心，不顾及他人的看法和感受，无法好好与他人交流与沟通。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，心中有太多的倔强的人，不懂得珍惜身边真正爱他的人，最终伤了他们的心，导致晚年一个人孤零零的。在他遇到危机时，只能一个人去面对，日子过得凄苦，无人愿意替他分担苦楚。人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，都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经营好人际关系，晚年也能加入适合自己的圈子，能抱团取暖，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幸福。过度消耗自己，不注重自己的健康，人生路上没有健康，晚年会过得很苦。培根在随笔集中写道，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，病弱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。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，作息混乱，太过于放纵自我。年轻时总觉得没什么，可是等到老了，疾病接踵而来，给自己造成一个又一个的打击。年轻时不注意保养，老了便很容易被病魔盯上，失去了健康，不能自理，不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，还会给子女造成巨大的负担。
没有高品质的生活，生活过得无趣又孤独，身上有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健康的缺失。人老了才知道，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晚年生活的保障。总觉得衰老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纵情享乐，肆意消耗自身的健康，等到疾病早早地找上自己，才后悔莫及。在变老的路上，请别过度消耗自己，保持良好的作息，保养自己的身体，注重自我的健康。有好的身体，你才会有好的晚年生活。如果想要晚年生活的幸福，学会好好规划晚年生活，不要等到一切都来不及再去后悔。做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晚年生活有所筹谋，爱护好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只有健康才能让人生有更多的选择。攒一些钱，维持自己老去之后的生活，按照自己的喜好经营一个家庭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舒适。同时，不管与谁相处，做好情绪管理，不要轻易发脾气，好好对待身边的人，才能换来对方的真心。年轻时多为将来做一些打算，才会让晚年多一些岁月静好。